共患难容易，分蛋糕却很难。1945年8月14日，仗势算彻底打完了。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回华盛顿，街头开满了香槟，老百姓翻出压在枕头底下的厚厚一沓钞票，满脑子都是福特汽车和带血丝的烤肉。所有人都在庆幸，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但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的新掌柜杜鲁门，盯着手里那份战后账本，却直冒冷汗。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前任掌柜罗斯福，生前给全美国画过一张巨大且诱人的饼。只要小伙子们去前线把法西斯揍趴下，等凯旋那天，咱们继续搞新政，到时候人人都有体面的工作，家家都有新房子，吃香喝辣的等着你们。如今该到兑现承诺的时候了。接下来的4年时间，白宫里的掌柜、国会山的政客、华尔街的老板，还有矿井底下摸黑的苦力，由此展开一场利益争夺战。杜鲁门接手白宫后的第一笔买卖叫花钱买平安。1945年的秋天，美军启动了代号魔毯的浩大复原行动，在接下来的大半年里，每个月都有成百上千艘运兵船靠岸，这就像一场连绵不断的暗流。几百万提着枪跨过大洋的小伙子，正根据退伍积分，一波接一波的涌进各大城市的火车站。他们脑子里只有2件事：娶个老婆，找个好活。但当时的美国国内根本接不住这张连绵不断的大口子，因为不打仗了，美军现在连一颗多余的子弹都不需要了。工厂不仅腾不出新岗位给退伍兵，反而正在疯狂裁员。那些战时在兵工厂里日夜拧螺丝的妇女们，正排着队领解雇通知书。一边是工厂大批工人下岗，另一边是每个月几十万打过仗的小伙子正源源不断的涌回街头。你要是杜鲁门，你要怎么办？不过幸亏早在1944年，罗斯福已经给这个问题想好了。他在当时签署了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太清楚这事儿的杀伤力，杜鲁门直接把这个法案拿出来用，里面主要的内容有2条。第一，只要退伍兵愿意回学校，不管是去哈佛还是耶鲁这种名校，只要你去，政府把学费和书本费全包了。不仅如此，每个月还发给单身汉50美元，又加设的75美元生活费，后面根据情况再持续涨。但现实问题是，这几百万退伍大兵里，有相当一部分人当年是高中还没毕业，脑子一热就报名参军去打希特勒了，现在回来连高中文凭都没有，拿什么去考大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军方和教育界一拍脑门，搞出了一个叫 JD 的东西，翻译过来就是普通教育发展证书，相当于高中同等学历考试。虽然降低了门槛，但还是有一定难度。不过这给无数小伙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最主要的是，能把他们的精力全部砸在备考上，别到街上搞事就行。第2条，战后几百万小伙子要结婚生子，得有地方住。法案规定，退伍军人买房、买农场或者盘下个小店做生意，不需要交首付，而且贷款利息压得非常低，哪怕你兜里比脸还干净，只要向银行借钱，政府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就敢在合同上签字替你做担保。这条政策直接催生了美国浩浩荡荡的郊区化，推土机在城市边缘的农田里日夜轰鸣，大批带院子、带车库的小洋房拔地而起。战时大家被管得死死的，买啥都得凭票。一个在底特律兵工厂连轴转了3年的技术工人，领着高薪，兜里揣着厚厚一沓美元，却买不到东西，这种憋屈无处发泄。杜鲁门大笔一挥，直接撕了战时的定量配给本，让老百姓能敞开买东西，足足吃糠咽菜3年多。现在一放开消费，不得了，这个时期你就算擦个皮鞋，都能原地起飞。紧接着，他在账本上一抹，砍掉了整整60亿美元的税收，给资本家松绑，砍掉战时超额利润税约31亿美元，再给底层工人免税约26亿美元，直接把大约1200万底层低收入者从纳税名单里踢了出去。杜鲁门的逻辑非常清晰，给老板减税是求着他们赶紧开工建厂制造岗位，给底层和中产减税是让他们兜里立刻多出现成的钞票，好去买老板们造出来的商品。这几副猛药灌下去，效果立竿见影。原本政客们吓得发抖，以为战后绝对会迎来一场大萧条和失业潮。结果到了1946年，街面上风平浪静，大兵们在学校里安静地啃书本，老百姓把战时攒的钱掏出来，在商场里排队买家电，经济平稳落地，似乎皆大欢喜。杜鲁门长舒了一口气，以为自己终于稳稳接住了罗斯福留下的盘子。1945年底，当定量配给本被扔进垃圾桶的那一刻，全美国压抑了3年半的消费水库出问题了。几百万刚拿了政府补贴的退伍大兵，加上1200万刚刚免了个人所得税的底层工人，还有那些在战时连轴转赚了满手钞票的中产阶级，所有人揣着真金白银，两眼放光的冲进了百货商场。他们要买福特汽车，买带双开门的电冰箱，买尼龙丝袜，买带血丝的剔骨牛排。但当他们推开商场大门时，全都傻眼了，货架比他们的脸还要干净。资本虽然拿了减税的红包，正拼命招人，但把压住轰炸机机翼的重型机床拆掉，换成压薄铁皮的汽车流水线是需要时间的。买家手里攥着无尽的钞票，卖家却根本拿不出货。接下来的剧本就是物价就像脱缰的野狗，猛猛的涨。工人们一掏兜，发现自己昨天辛辛苦苦干一天，还能给老婆孩子割2斤好肉，今天同样的工资，却连买几个干瘪的土豆都得精打细算。老板们借着通胀把商品价格卖得飞起，利润揣进自己腰包，却死活不肯给工人涨1美分工资。从1945年冬天开始，一场大停工狂潮席卷了整个美国，汽车厂停工，炼钢炉熄火，连发电厂的烟囱都不冒烟了。到了1946年4月，一个真正能掐断美国大动脉的狠角色站了出来，约翰·路易斯。他带着庞大的联合矿工工会，直接让全美国的煤田停了产。
在那个年代，煤炭就是美国的血液，火车靠煤跑，发电厂靠煤转，北方的老百姓靠煤取暖。现在，几万名满脸煤灰的矿工把铁锹一扔，直接停工了1个多月。We're afraid to go to work. 紧接着，2大铁路工会也宣布瘫痪，整个美国瞬间变成了一座又冷又黑的冰窖，连工厂里刚建好的流水线都转不动了。这下，坐在白宫里的杜鲁门被逼到了悬崖边上。他是个民主党总统，按理说，工人阶级是他的铁杆票仓，是当年罗斯福留给他的基本盘。但如果再由着工人闹下去，全国的经济就得彻底停摆，老百姓全得挨冻。无奈之下，杜鲁门只能抽出1秒8棍的独门手艺，对准自己的铁票仓。他直接下令调动全副武装的政府军开进矿区，强行占领煤矿，同时指着铁路工人工会的鼻子威胁：你们要是再敢让火车停运，我就把你们全抓去参军，用军法处置你们。在刺刀和1秒8棍的手法下，矿主捏着鼻子答应了涨工资的条件。工人们也悻悻地捡起铁锹，回到了井下。停工确实是被强行压下去了，火车也重新冒出了黑烟。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杜鲁门在矿区和铁路上得罪了工人，如果你是杜鲁门，你又会怎么做呢？到了1946年的秋天，整个美国的天空都飘着一股子怨气，老百姓受够了通货膨胀，受够了没完没了的停工，受够了黑灯瞎火的夜晚。在野的共和党政客们敏锐地闻到了这股血腥味，他们在大街小巷贴满了直击灵魂的竞选海报，上面只印着一句无比扎心的话：你受够了吗？选民们用选票回答了这个问题。在1946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愤怒的老百姓把选票像雪花一样投给了共和党。共和党时隔14年，摧枯拉朽般的重新夺回了参众两院的控制权，终于打败了罗斯福不可战胜的神话。一夜之间，坐在白宫里的杜鲁门彻底成了个政令不出椭圆形办公室的光杆司令。在这里稍微讲讲美国的中期选举有多重要。在美国，总统的任期是4年，在他干到第2年的时候，得搞一次期中考试，也就是中期选举。这一天，众议院的全部435个席位，加上参议院1/3的席位，全部要重新洗牌。他直接决定了总统后2年是有实权还是个光杆司令。所以美国基本每隔2年，在野党都能整点大瓜出来，恶心一下对方。回到杜鲁门的时代，自从罗斯福搞新政以来，资本们被压着打了太久，现在他们终于逮到了绝佳机会。杜鲁门原本还想硬气一把，他拿着一份精心准备的21点咨文跑到国会，想要继承罗斯福的遗志，呼吁搞全民医保、涨最低工资、建廉租房。结果国会老爷们连正眼都没看，直接把这堆文件当成废纸，毫不留情地扔进了垃圾桶。紧接着，保守派抽出了他们蓄谋已久的一刀。1947年，国会强行甩出了一份劳工关系管理法，也叫塔夫托哈特利法案。这就是一副专门替资本打造的金刚镣铐。法案刀刀避开老板，全砍在工会的大动脉上。他明文规定，禁止闭门车间，也就是老板不能只雇佣工会的人，禁止为了支援其他行业而搞同情性停工，甚至规定，如果停工威胁到国家安全，政府可以强行下达长达80天的冷静期。简而言之，就是把当年罗斯福塞到工人手里的那把上可砍政客，下可剁资本的尚方宝剑，硬生生掰断了。消息传出，全美国的工人都气疯了，他们站在工厂门口绝望的抗议，咬牙切齿的把这部法案叫做奴隶劳动法。之前罗斯福给工人权利是大的可怕，因为工会头目能够用会费去给联邦政客砸政治现金，甚至去参选议员，左右总统选举。这帮工会大佬们在罗斯福时期是横着走，他们是手握几千万张选票和深不见底的会费，在美国政坛上所向披靡。从杜鲁门开始，美国工人不可战胜的神话被砸开了一个裂缝。到了1948年的夏天，华盛顿的空气都在嘲笑杜鲁门，民主党内部已经4分5裂。南方的白人农场主因为杜鲁门支持黑人民权，气得掀桌子走人，搞了个周全党。左翼的知识分子和激进工人觉得他不够硬，跑去组了进步党。而他的对手共和党的托马斯·杜威看着这乱成一锅粥的局面，连竞选拉票都懒得出汗了。杜威西装革履，发型一丝不乱，每天就对着镜头说几句团结，明天会更好的漂亮空话，甚至连白宫新内阁的名单都开始私下拟定了。全美国的民调机构在投票前几个星期就提前下班了，因为所有数据都显示杜鲁门连翻盘的机会可能都没有。但杜鲁门也并非庸人，更何况他背后还有一个罗斯福的余威给他坐镇。既然华盛顿的政客和各大报纸的老板都判了我的死刑，那老子就不跟你们玩了，我直接去找全美国的老百姓。1948年9月，杜鲁门登上了那列著名的总统专列麦哲伦号。一场横跨美国大陆长达3万多英里，后站台拉票的疯狂拉力赛就此轰鸣起步。这趟列车开到了美国最偏远的乡村、最破败的矿区、最喧闹的火车站。每到一个小站，火车一停，杜鲁门就穿着略显褶皱的西装，站在火车车厢最后面的露天站台上，拿着大喇叭对着底下密密麻麻的老百姓咆哮。他指着国会山的方向，把那届由共和党把控的国会骂作无所作为的第80届国会。对着底特律和匹兹堡的工人，他声嘶力竭地喊：是谁顶着资本家的压力，拼了老命要否决那个套在你们脖子上的塔夫托哈特利法案？是我。
是谁非要把这副镣铐给你们戴上的？是共和党。对着中西部的农场主他喊，是谁当年给你们农产品保底收购价的？是民主党。现在共和党想砍掉补贴，你们想回到大萧条时期连牛粪都买不起的日子吗？对着几百万退伍老兵他喊，你们现在住的房子、上的大学是谁签的字？要是让华尔街那帮人上台，你们全得滚回大街上找工作。底下的老百姓一开始是来看总统笑话的，结果听着听着血全都热了，因为杜鲁门句句都砸在他们的饭碗上。老百姓突然回过味来了，这个满嘴大白话被精英们鄙视的老头，虽然办事笨拙，但他确确实实是在替我们挡子弹。1948年11月2日大选投票日当晚，所有的电台解说员还在准备给杜威唱赞歌。芝加哥论坛报的老板为了抢发独家，甚至在计票还没结束时就自信满满的把头版印了出来。巨大的标题写着杜威击败杜鲁门。工人、农民、黑人、老兵，这帮被主流媒体彻底无视的沉默的大多数，用几千万张硬邦邦的选票把自以为是的共和党精英彻底淹没了。杜鲁门以200多万张普选票的优势，外加压倒性的选举人票，完成了美国选举史上的绝地散沙。1949年1月20日，华盛顿的天气冷得刺骨，但杜鲁门的心里却烧着一团烈火。宣誓就职的那一天，坐在台下观礼的全是被他刚刚在选票上狠狠抽过耳光的政客、大老板和报业大亨。这一次，他不再是那个躲在罗斯福阴影下的替补队员，更不是什么被架空的跛脚掌柜，而是堂堂正正赢下这个国家的大掌柜。杜鲁门站在演讲台上，看着底下那帮神色尴尬的国会老爷们，直接甩出了他筹谋已久的执政蓝图：公平施政。如果说罗斯福的新政是为了救命，那杜鲁门的公平施政就是为了给底层老百姓彻底兜底。他要把当年那些在国会废纸篓里躺了2年的提案全部重新捡起来，拍在国会的桌子上。杜鲁门的漂亮话是说了一大堆，接下来看看他究竟做了什么，主要是做了3项微操。第一，把最低工资翻倍。以前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40美分，杜鲁门眼看通胀，把这点钱啃得骨头都不剩，直接要求国会翻倍。经过一顿讨价还价，他硬是逼着国会通过法案，把全美最低工资提高到了每小时75美分。这一举动瞬间让几百万最底层工人的钱包鼓了起来。第二，推土机开进贫民窟。战后大兵们不仅缺学校，更缺好房子住。杜鲁门直接拍板通过了1949年住房法案。具体操作是，联邦政府掏出巨款，不仅大面积清除城市里肮脏拥挤的贫民窟，还史无前例的承诺要在全国建造81万套公共住房。杜鲁门要把那些连厕所都没有的底层家庭强行拉进现代文明。这个法案其中有一条，真正重塑了美国的中产阶级。法案大幅增加了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抵押贷款保险授权，说白了就是政府继续给老百姓买房做担保，只要你想去郊区买那种带草坪的小洋房，政府就替你向银行拍胸脯，让你能拿到超低首付长达20-30年的低息贷款。杜鲁门是密苏里州种地出身的，他太知道当时美国乡下的房子有多破了。法案专门给农业部拨了一笔款，用来向全国的农场主发放极其优惠的贷款和补助金。只要你是农民，想修补漏水的屋顶，建个新谷仓，或者给家里通上自来水，国家就给你发钱。但是他的这条法案因为具体执行上的问题，整出了不少副作用。接着第3项，全民医保。杜鲁门一直有个执念，在美国，穷人生一场大病，不应该落得卖房卖地、倾家荡产的下场。他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超前的国家健康保险计划，他的逻辑非常简单且实在。国家设立一个资金池，所有上班族每个月从工资里扣除极其微小的一点医疗薪资税，等谁生了病，去医院看病、拿药、做手术的钱，全部由联邦政府从这个资金池里替你报销。但这一招直接捅了全美国最有钱、最精英的马蜂窝——美国医学会。当时的美国医生大多是私人开业，他们习惯了自己定价、自己收费，一听政府要把手伸进他们的诊所，但是在隐隐作痛。美国医学会直接砸出了几百万美元的公关费，雇佣了华尔街最顶级的公关公司，对杜鲁门发动了铺天盖地的舆论绞杀。当时正好是冷战初期，美国医学会的公关公司精准地给杜鲁门的医保计划扣上了一顶大帽子。首先就是说杜鲁门不爱国，他们在全美国所有的报纸、电台，甚至每个医生的候诊室里贴满海报，海报上印的苏联的镰刀斧头，上面写着：你想让华盛顿的政客来决定你该吃什么药吗？你想让你的私人医生变成听命于政府的流水线工人吗？在冷战的狂热气氛下，老百姓被吓住了。最后，不仅杜鲁门的全民医保提案死在了国会，甚至连很多原本支持医保的老百姓也被吓得纷纷反水，觉得还是现在的美国方式最好。当一个利益集团突然开始声嘶力竭地跟你谈爱国时，你最好赶紧捂住自己的钱包。一个人道德上毫无底线时，披上爱国这件绝对政治正确的外衣，往往是他掩盖私欲、逃避逻辑审视的最好伪装。真正的爱国底色是理性和建设，是正视问题并努力去解决问题，是希望身边的同胞过得更好。而打着爱国旗号的投机者，底色是狂热和破坏，他们热衷于寻找敌人，只会在安全的环境下展示勇敢，除了喊口号和攻击同胞，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任何实质性贡献。